14亿人口的中国，拥有着800多万人口的福州，街上没有人，店里没有客，这是中庭街啊！晚上9点多钟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人都去哪了？厦门现在这情况说出来，你绝对得惊一跳。统计说的那几百万人，愣是不知道消失去哪了。做生意的都在喊街上没人，多少夫妻店硬扛着，客人就是没了，不知去向。岛内说没人，岛外也说人比去年少了一大截。现在高峰期开车进岛，生意难不难做？你看这个广州白云机场，坐了这么多次飞机，从来没有试过这么少人的。你看，找个人都找不到，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，工作人员比那个客人还多。上海虹桥机场，哎呦我去！我一进来我都恍惚了。上海外来人口越来越少，到处是空空荡荡的。以前这里人来人往的，现在到底是怎么了？人都去哪里了？长的步行街的现状啊，下雨天没得人，出太阳也没得人，阴天也没得人，不晓得要么的天气才有人。你看这是步行街正中间的位置，你看关了好多店了啊。现在实体店的生意要怎么才做得下去？夜晚10点，整个机场都没有。是我来的时间点不对，不是坐飞机的人变少了。姊妹们，恁家有人吧？俺家没有人，街上也没有人，在心里面都平衡了。太原市500万人口，街上没人，店里没人，连同地铁站都没人，人都去哪了呀？大家都去哪儿了？路上空荡荡，店里冷清清，难道是集体走错路了？今年这生意，总让我怀疑我的店开在了孤岛上。上海浦东这么大的机场，候机厅竟然空荡成这样子，经济萧条让人感到真的是非常的可怕。1800多万人口的深圳，街上没人流，店里没客流，人都到哪里去了？难道是我们看不到他们吗？兄弟们，这是周六吗？啊，这有一路连车都没有啊！这两天我就发现这哈尔滨没人啊，这没车呀，真吓人呐！机场线是下午4、5点左右，发现北京大兴机场的死凉凉了吗？才下午4、5点就没什么人影，可能这个点就没有什么航班了。你说这个机场这个点应该不缺航班才对，应该也不缺人流才对。或许是经济环境造成的缘故，航班不是特别多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场太过偏远，所以大家不喜欢跑到这边来。上海最惨淡的餐饮街，晚上6点半空无一人，生意惨淡。面对高额的房租，老板们该怎么办呢？14亿人口的大中国，970万人口的大宁波，路上没有人，商店没有人，请问人都去哪儿了呢？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呀？就是现在大街小巷上看到的人越来越少了呢，他们去哪了？长这么大啊，头一次见机场没有人啊，机场都没有人，应该是休息了，这机场。实体店大批量的关门，这是在苏州关前街附近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家家是关门闭户，冷冷清清的。2025年最大的谜团就是人都到哪去了？合肥不是统计有1000万人吗？都到哪去呢？现在呢，街上没什么人，商场没人，饭店也没什么，就连后面周五店卖菜的都跟我讲现在没人了。那人都到哪去了？真的很奇怪啊！在中国，商业楼盘越盖越多，每一个购物中心的人气却是越来越淡。不论是北上广深，还是在2、3线城市，很多商场正在倒闭的边缘上挣扎。4、5层高的大楼里，营业的店铺却没有几个。网上很多视频显示，不但是商场里没人，街上也没人，餐馆里没人，超市里也没有人，店铺里没人，写字楼里也没有人。有人猜测，城里人越来越少，是不是因为经济低迷，大城市难以生存，很多打工人都回农村老家了呢？可是各地的村镇、农村的人也是变少了。花500万买的门面，现在20万都卖不掉。
就是我身后的这些门面，十字路口大拐角。你看这街上都是空空荡荡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像这种地方，要是你敢来做生意吗？2018年这里当时炒得非常火，全湖南人大晚上排着队挤破脑袋都要买的门面，如今全部都打水漂了，没有一间出租的。这是多少个家庭的噩梦啊！都说老百姓没有钱，光在这里买门面都是砸了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。什么叫不动产？这就是真的不动产，放在这里一动不动，没有1分钱的收益。这真的是电影都不敢这么演的血泪悲剧史。如果说你正在关注商铺，那么一定要捂紧你的钱袋子，看不懂的千万不要轻易下手。哎呀妈，今年是咋了呀？今年的实体女装店啊，我不知道是实体，就是只针对于我们实体还是全球的实体店啊。今年的实体店怎么了嘛？你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今年的业绩是从6月份开始啊急速下降，突然间呢就感觉整个街上都没有人了，也不知道是为啥。来看这边没有人，来这边啊，真的没有人。然后真的完全是这个样子，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全球经济现在不景气啊，或怎么样啊。但是我觉得你们不要穿衣服的吗？你们不要美的吗？你还是就是我们只是女装店是这个样子啊，你们都很好吗？还是只是我们这一条街不好呀？上海的虹桥国际机场晚上的10点37分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，所谓机场候机室还有什么高铁站的候车厅啊，都是人来人往，人满为患。但是今天我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个镜头下的机场。不知道是时间太晚的缘故，还是我们说经济下行的原因，搞得机场的人都少了，这么熙熙攘攘，可以说是空荡荡的，空无一人，让我特别震惊。回到老家3个来月了，本来准备在家里面做点什么，但是走到街上看了一下，这个情形不太乐观了。这都已经下午的4、5点钟了，街上基本上也没什么人。然后我们再往这个下面走，看一下这边这一段，好多的店铺都是关门的，要么就是在招租啊、转让。像这边这2个也是关门的，对面这边也是。然后那边贴着这个门市出租。这条街之前也是非常的热闹的。因为这前面没多远呢，就是镇上的中学，后面就是以前的农贸市场，并且这几天也还是这个端午假期，这样子的状态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好啊！好久没有出境了，现在在浦东机场要飞20多个小时。现在是晚上9点多啊，本来应该是浦东机场国际航站楼出境的高峰期。但是现在看看，日上免税店都没什么人，以前可是人山人海，结账都来不及的。这里是比较核心的候机区，都没什么人。现在的人都去哪了？街上都看不到人，你看这路上干净的一个人都没有。今天去了一趟商场，整层楼除了我没有一个顾客，人都不知道去哪了。以前那种车水马龙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，出租房和门店大量空置。你说没人吧，这菜市场和医院人山人海挤着排队；你说有人吧，这商场和大街上真的像狗舔的一样干净。现在的实体生意真的越来越难做了，你们地方的生意还好吗？深圳的人都去哪里了？深圳不是有将近2000万人口吗？人都去哪里了？像我后面这个泳池，之前晚上都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学游泳的，现在都空荡荡的了。
之前去东门逛街都要倒着走，人挤人。现在那边很多商场都冷冷清清的，还有咱们地铁4号线，这之前上班挤都挤不进去，现在都不用排队了，走在街上也安静的有点不太真实。不是说有14亿人口吗？为什么城市看起来就像熄火了一样？人都去哪里了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难道说都回老家发展了吗？还是说都宅在家里？卖掉深圳的房子回老家，是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原本以为卖掉深圳的房子，到手300多万，回到老家盖一栋40来万的房子，30多岁就能远离繁杂，提前开始退休生活，人生也就圆满了。可是回到老家还没有半年时间，我们就后悔了。现在的农村人烟稀少，除了留守的儿童和老人，很少有年轻人。到了晚上也是黑漆漆的，跟深圳的繁华热闹对比，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刚回来那几天还觉得新鲜有趣，后面晚上睡觉也睡不好，一大早起来就是刺眼的阳光，到了晚上到处都是蚊虫，早上还要一大早把孩子送到几公里的镇上读书，晚上又要接回来。孩子也说不想再待在农村了，想回深圳了。想想也是，毕竟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，很难习惯农村的生活呢。我们俩夫妻现在也是坐吃山空，没有工作，以前的消费习惯也没有改变，还是经常网购。要是继续这样下去，手里的存款也花不了多久。你说回农村干啥？我现在正在农村。我说你看一下啊，你看这是农村，四面八方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你说城市套路深，它至少有人间烟火气。农村虽然天地宽，但是它连个打岔的人影都没有。你说这满腔的热情，它也使不上劲啊。回农村，你说回农村能干啥？回来能干啥？之前一直待在广州，但最近几年也能明显感觉广州少了很多外地人。也许很多大城市都是如此。原本以为大家都回老家发展，回家后才发现农村也没什么人，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人。虽然农村的房子越做越好，路越修越宽，但人却越来越少。我不禁想问，人都去哪了？现在走在农村的大街上，到处都能看到房屋出租的广告。我隔壁前2年新起的3层楼，钱花了几十万，但如今已空置1年多，一家几口都外出发展，过年也不一定回家。去年一家人在广州，过年都没回，哪怕有高铁坐车也得花1整天时间。大部分年轻人回老家，基本都是因为家里老人还在。要是再过20年，大部分农村或许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子。至于乡村振兴，没有年轻人的地方，不知道如何振兴。你们村子现在剩多少户人家了？我们村子一共不到50户，就这趟杆算是我家，现在10户都不到了。来，我领你们看看。这家啊，去年最后一个老人也走了，家里2个儿子都在城里安了家，估计以后也不能回来了。这是老人生前种的果树，去年的全让我吃了，今年的一场大雨过后，就剩这么一个果了。这是我叔叔家，家里一个姐姐去年结婚了，把叔叔婶婶都接到城里去生活了。没事我就负责收拾收拾院，这当成我的小仓库了。没事给屋子通通风，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。这家啊，2个孩子都在城里有出息了，非要给老人接到城里去生活。老人是死活不去，孩子没办法，给老人把房子重新装修，让老人一个人在农村安享晚年。我发现呢，现在的农村愿意留下来的大多数都是老人。现在农村之道啊，是越修越宽，越修越长，但是这人呢是越来越少。再过个30年啊，我身后农村这栋房子啊，估计就没人住了。你看我们农村还是挺漂亮的啊，这个水泥路挨家挨户修到家门口了，交通比较方便。但是现在是过年春节期间啊，你可以看这个马路上人都没有啊，人烟稀少，房子很多，人少。我家女儿9岁，出生到现在，我们村里面没有新生儿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所以，农村现在就是缺就业，缺这个学校，缺医院啊，这3个大问题。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就业问题。以前的农民啊是靠种地收入，现在靠种地啊是没有收入。那中国人都去哪儿了呢？根据报道，中国早就没有14亿人口了。新冠疫情已经带走了数亿人。由于中共当局极力掩盖疫情死亡人数，到底有多少人丧生？外界只能从各个角度来推估。日本研究人员根据中国食盐的消耗量估算，中国真实人口只有8亿人。2022年7月，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，显示出全中国人口大约只有9.7亿，
这个数据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。2023年1月15号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公开表示，3年多来，中国一直在掩盖疫情，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大的商场，初三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什么人。你能说它是设计的问题吗？你能说它是规划的问题吗？亦或者说它的品牌和业态有问题？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因为本身无论从设计、业态组合、规划，还有整个的项目的装修来说，我真的挑不出来一点毛病。但就是后面没什么人。我说这个意思呢，不是说仅仅是这个商场是这样的一个现状，很多过去可以说是中类人流量非常好的商业，今年也同样会出现断档式的这种人流空缺。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。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，我觉得作为商场的运营者也好，或者说作为实体店的老板来说，其实是都不愿意看到的。但可是呢，现状确实是如此啊。那人到底去哪儿了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